错，因为在2021年的最后一天，我也花了一点时间做一些总整理。我想先让彭皮猜猜看，因为我们大概论文开箱，我记得第一次跟彭皮连线，也是在这个棚，然后是4月1号，当时是彭皮还在居家隔离当中，然后我们做一个连线，后来也有到了现场，到现在12月31号，整整满9个月。彭皮已经追论文门追了将近3年，那当然我们是比较晚加入的，然后但是在这9个月，每个礼拜都跟彭皮在那边连线，或是跟彭皮现场1对1。我先请彭皮猜猜看，我昨天整理了一下，论文门开箱真的流量，我们这个中天新闻来讲流量啊，真的是非常非常厉害，因为我们不是跟这个所谓的我们的大直播一起双开，就是导引很多人进来，我们是单独一个开所谓的小直播，但是累计的流量非常非常惊人。我选了前10名，彭皮觉得就是你觉得心目中的第1名，大概讲到哪一个议题是大家关注焦点非常高的，觉得说可能会最吸引人看的？等一下我来揭晓，你猜猜看。有关论文门啊，关注最多的对，就是在这9个月里面，观众点阅率最高的。也不止关于论文门啊，就是说我们论文门开箱里面聊到的话题里面，对你，结果观众朋友，等一下我可以来揭晓一下，你觉得是哪一件事情？就是彭文正被通缉吧，大家应该蛮开心的，是吧？这个我本来也以为是彭文正被通缉，结果呢，彭文正被通缉这件事情居然不到前10名，你就知道大家根本不 care。不是，大家觉得彭皮还有更多可以关注的事情，因为觉得说啊，司法追杀，想到这个政府会对你司法追杀，可能大家早就了然于胸，了然于心。好，我们先来公布第9跟第10名，来看一下，第10名的是这个，我看一下，应该是右边这个。关不住的彭皮隔离后现身中天，将爆25%关键，就是那时候，所以说啊，有一个神秘的随身碟，我跟彭皮第一次面对面的碰面，应该是说对面对面的碰面，应该是这一次吧，4月16号，没错，这个有30万的点阅率，然后呢，第9名，这个是彭皮说那时候从垃圾桶捡到一个，蔡英文在那个政大应聘政大副教授的时候，居然他的著作里面没有他的博士论文这件事情，也吸引了有34万人关注。第8名是什么？就讲到他的那个律师证重判停权7年，然后指出他的这个不道德的黑幕有34万。然后呢，这个蛮好笑的，就爆出来您跟蔡英文是邻居这件事情，很多人很关心哦。有38万的点阅率。好，这边已经这个公布了这边我来看到第6名是彭文正报，国际组织已经搜罗论文门证据，预言年底前蔡英文难堪下台，这个有39万，就可以看得出来，好多的观众朋友都很希望说，这个论文门能够让蔡总统能够自己知道说知所进退。然后再来，这个是最近的3周前的。台湾、英国各级法院准备出动，盖不住的论文门，彭皮预告每周一报，已经有41万了。接下来，彭皮要不要再重新猜一次第1名？如果不是你被通缉的话，你觉得是哪一件事情？会不会是 LSE 否认了？或是 LSE 没有拥有蔡英文的口试资料？这个是蛮高的，蛮前面的，但也不是第1名。还是不是第1名？对，再骗这个论文部遮不住了 LSE 秘书查污蔡英文的口伪资料，有49万，将近50万，这是第3名。然后我们刚才讲到彭皮被通缉不是最高，可是彭皮的人身安全是观众朋友跟宇宙政经学院的同学非常关心的，有48万的点阅率，就是你有。就是讲到说被人家不明的电话追踪啊，那种简讯传过来，非常非常多人关心，也有很多人关心那个817万票怎么来的，是不是有司法途径可以去查个清楚？所以一个是48，一个是49万。接下来公布第2名跟第1名，就是在美国这个论文门破案，然后就是包括了张亚中，
也跟进了，然后包括了这个跟韩国瑜有在同场演讲，是不是会联手查？大家很关心说会不会有更多社会的力量进来？这有50万人次。然后呢，彭批爆料说蔡英文打了辉瑞这件事情，哇，非常非常多人关注，就要到了51万这么多。彭批觉得这个结果你会很意外吗？哦，不意外，我刚刚没有想到这个，因为那个时候台湾可能大部分人更关心的是疫苗的事情。对，今天我有2件事情要谈，一个是我原本希望一直到今年的年底会有一个重大的突破，那这件事情要跟观众朋友致歉，我觉得有点可惜，当然离现在可能还有半天的时间，搞不好今天晚上午夜11点59分，上帝又送了给我们一个大礼，这我不知道，因为过去真的就是很多这种类似的情形就在特别的时间爆出来。那英国这边原本我们期待的一个判决的过程，这个东西有点延宕，可能跟英国人又放假了，然后这个过年跨年有点关系。不过大家不用灰心，是一定会有结果的。那过了明天2022年的任何一天的任何1秒钟，都可能会有大事发生。是。好，那讲到这个疫苗，大家关心，你看，如果今天我讲蔡英文打的不是高端，是 Pfizer， 各位不知道记不记得那时候陈时中的反应？是，他说他第一个愣了一下，第二个他听到我讲的是辉瑞的时候，他说不可能了，对吧？他有点这个味道在。是，所以表示什么？表示陈时中也在怀疑蔡英文有没有打高端。我觉得他那个反应很诚实的告诉我，真的叫陈时中。至于是不是辉瑞 Pfizer， 他不知道，因为他手上没有 Pfizer。但是他不要忘了那个 Mr. Azar 来见这个蔡同学的时候，他有没有给蔡同学礼？有没有透过 AIT？ 你想想看 ，AIT 的那个油漆工都已经打了2剂 Pfizer， 我不知道大家记不记得这件事情。是，所以他会放任他的友邦的元首完全没有注射，暴露在当时的疫情很严峻嘛？你用想也知道。好，那为什么蔡英文不告呢？他连论文他都告了，那个他保存了这么完整的证据，还花了这么多国安的人去挪动的证据，他都告了。为什么这么简单事他不告？可见什么？他没有把握赢嘛，因为他不知道我手上掌握了什么内线。好，现在讲到疫苗，我不知道徐府现在台湾的状况好像没有人在谈疫苗了，对不对？对，好像包括了每天什么境外的确诊数，或是什么打什么疫苗，似乎感觉讨论的热度不高，就是大家好像没有那么的关切。那高端不见了，高端那个神奇的高端就这样不见了，早就已经抛到脑后去了，也不知道是不是送到国外去了。那些人是怎样？现在好玩的。打的那些人，他们就说叫你赶快去补打什么莫德纳啦，补打 BNT 啊等等，就是说我们这边还有多的莫德纳，所以这些高端的朋友们，如果需要出国的，需要干嘛的，赶快可以让你去补打。现在大概是这个状况吧。所以他以为高端是矿泉水，就是多喝2瓶没有关系。是啊，所以我觉得台湾那个闹剧，对，所以我真的觉得回想起来，你看这9个月来。当然，这个论文门之外，另外一个很重要就是疫情，大家就会觉得说很多事情当时那边真的面红耳赤。回过头来，时间会给答案。就像刚才彭批在讲的说，虽然说到年底，现在还有半天，不知道会不会有什么样的惊爆的结果。不过我要套句这个我的同事饶 Z， 他常常会讲一句话，就是他是一个社会频道的这个主持人，他说正义也许会迟到，但不会缺席，就是说他可能。在今天这一天迟到了，那可能之后他不会缺席啊，他总是有一天会来的。这边我整理了一下论文门，我自己凭印象啦，我觉得这几个月跟彭批这样追，然后我觉得有10大的 highlight， 就像我喜欢看篮球赛，就是它有那个高光嘛 highlight 时刻，我觉得有几件大事，然后我把它选出来，但是我看彭批这上面的排名不是我的排名啦，我想看彭批觉得哪一件事情是你觉得最重要的。第一个当然就是第一次有现任的总统告人嘛，然后彭批被起诉这个事情，那就发生在大概4月1号那一天，然后再来刚刚我们提到的那个告法官张永惠，然后彭批使出了尿遁之计，然后去告了他，这个也是引起当时的轰动，而且因为很多媒体在守，大家就会看到哇，这真的是一个妙招。
再来这个引起非常非常轰动的就是，政大原来蔡英文自己亲手写的论文题目被抓包，跟他后来的论文题目不一样。还有一个是 ICO 认证说 LEC 并没有蔡英文的口试委员资料，这就是前阵子发生的事情。再来是彭批遭到发布通缉令，然后呢，再来还有论文门9月开的一个国际的记者会，还有论文门张贴在国际的各大媒体有那个半版的广告，也是引起了很多的轰动。还有一个论文门这个不存在蔡英文不存在确认官司2审胜诉发回更审，这好像是今年1月发生的事情。还有一个上礼拜的素还真凯道大会师，再来小英穿越时空的口试，陆出境管理局那个闸门露馅了嘛？就是怎么可能他1天之内从台湾出境，然后去参加口试？这10件事情，我这边又想请教彭批，你觉得哪一件应该是属于你觉得是10大 highlight 里面的第1名？其实第1名有点难选，还是前3名。很多东西都是同样的，比方说论文题目被抓包，然后出现2个不一样的 ICO 认证，LAC 根本没有拥有蔡英文的口试资料，包括了伦敦大学说，那个论文遗失这件事情恐怕对是有问题的，这也没列进来。我觉得这些东西都是非常清楚的证据。那间接证据被抓包的就包括了入出境资料透露了一个真实的现象，就是蔡同学根本那个时候就不可能到达英国伦敦去口试。对，那也因为这个入出境资料的曝光，逼着蔡英文的律师在诉状中竟然偷偷的改了他的口试日期，把口试日期延后1天，这种种可笑的东西，基本上早就已经说明了这个犯罪集团不但很坏，而且又很笨，就是他们做了这么多的事情，竟然前后矛盾。那今天我接到了一个我就不讲了哈，反正非常熟知内幕的。你知道我在台湾，我在台大教了20年的书，我桃李满天下之外，我的同事很多人都当各种各样的官，那再加上我过去20年做人也没有真的很差，所以我还是有一些朋友。那这些朋友现在虽然位居高位，但是总还是有朋友之情，所以也不太忍心呢看到忠良被残害，所以偶尔3不5时会告诉我一些内幕。你知道现在全台湾可以处理蔡英文论文的人不到5个，什么意思？你猜是哪5个？全台湾可以处理是什么意思？这个处理就是可以跟蔡英文固定开会讨论论文门，攻防不到5个，不到5个。张敦涵算吗？总统发言人张敦涵2位算，但我没有把这种小咖算在内。OK， 大的就是在负责操盘的人。哇，好，我先这样讲，民进党党内府院党，包括苏贞昌，包括这个立法委员这些这个高人在内，在过去2年间，蔡英文从来没有跟他们提到论文门3个字。就是说，蔡英文在这些文武百官面前，当作论文门不存在。对，这些文武百官也没有一个人敢主动去跟蔡英文问说，这个总统那个论文现在那个彭文正说什么时候，我们要怎么处理？没有一个人，所以大家都当作这件事情不存在，就当作国王有在穿新衣就对了，就是觉得国王是有穿衣服的。他们连表达国王有穿衣服都没讲，就当作没有国王不在眼，没有人关心国王穿什么衣服，就完全当作没有这件事情，所以他们连讲都不敢讲，连问都不敢问，连问一下说立法院要怎么配合，党团要怎么配合都没有。真正的操盘的人，我就稍微点几个人的名字。好，在司法跟情资部分是顾立雄，国安会秘书长。好，
在这个司法舆论之间穿针引线的是洪耀福，还有刘建新。刘建新还负责一个任务，就是去教育部考试院处理蔡英文的人事资料。当然，讲了刘建新，就包括了王时齐。那他太太，因为对媒体的部分是好，我刚刚讲过，除了这几个人之外，第二线就是像连元龙啦、张敦涵啦，这些参与诉讼的人，所以他们透过顾立雄去掌握了司法面，包括了在台湾的司法判决的相关事务。那在国外的部分呢，他透过调查局，那甚至架空了台湾在英国的办事处，因为调查局有人直接在英国处理蔡英文的所有有关于论文的事件。我在节目中也曾经透露过，这个官职不高，但是呢颇为受为重用。这个人叫 Christy 陈小姐，听说你最近要调回台湾，那刚刚好，我们在论文的法庭上也会传你当证人，因为我们发现在英国端的很多的作弊的事情当中呢，都有看到你的身影，所以我们会把这个论文们的相关参与的人，我们会把它一个个找出来。当然你们不一定有辜，你们不一定是被告，你们很可能只是目击者，或者只是一个曾经听闻长官做了什么事情的人啊。不过到了法庭上，证人有诚实作证的义务，到时候让我们大家都来说真话，真相就会大白。哇，刚刚彭斌一口气大概点了好几个人名，那听起来感觉好像是一个国安危机处理的事件，在做自己论文被揭露这件事情呢。就是说，包括国外你安插了调查局的人，这个 Christy 陈，然后国内你看顾立雄也是他把他调到国安会秘书长，刘建新也是他安排去考试院的，那包括了王时齐等人。哇，这看起来的话，其实他尽管嘴巴上不跟所谓的文武百官、跟所谓行政院长去谈这些事情，但私底下用了身边最亲近的人，希望筑一个所谓的防火墙，就避免说这件事情一直被揭露。这个是彭斌这个在朝中比较好的朋友私底下这样子透露说有这样子一个他们这个叫什么防守网吗？然后他跟各位注意一件事情，有一个情报这么说，他说蔡英文因为论文的事情，他的身心状况极度的不好。大家观察一下，我不确定，因为我现在没有在看台湾的新闻，我没那么方便。他们说到的是说，他说，蔡英文现在除了论文这件事情，他是亲自作证之外，其他的事情他几乎都放掉，他几乎都没有在管。哇！所以我就问了这个高层说，蔡英文为什么在处理论文门这件事情上这么笨，笨到证据前后矛盾，然后自己打自己的耳光？他笑笑的跟我说，因为这件事情是他自己处理的。我说什么意思？他说他的论文门的阴影是不让外人碰的他会拍谁是不是？他自己会不好意思，所以就是也只能找几个人来帮他弄，然后或是自己下去处理，不是，而是文武百官从来没有人跟他谈论过这件事情，他不知道要怎么说，因为他要跟别人讲，那前提就是他要别人去帮他做一些违法的事情，来掩饰他的论文门的犯罪，对不对？那他敢去找苏贞昌讲吗？他跟你说苏贞昌，你帮忙我吗？不是死完蛋了吗？找赖清德，签这个你给我倒沙缸吧，那不是当场死了吗？找鬼对不对？掐鬼铁有多嘛？你觉得他会去找游锡堃吗？还是要找柯建铭？这哪一个他信得过？所以这一些周边的文武百官，他没有一个去找过他们，帮他处理论文门。他处理论文门单线就那几个人，曾经知情的陈其迈、萧美琴、张晓月、洪耀福、顾立雄、刘建新。那在英国端还有
石糊龙，是，就这些人。而且你知道，这种自己做犯罪的事情，最怕太多人知道，因为口风不紧，对啊，对啊，然后会出事，所以他很苦。就这些人，那这些人呢，都听命于他，可是偏偏做出来的事情呢，就一直出包，所以他不知道该怎么办。那又不能说去找其他人来帮忙，他根本无法启齿，因为这个故事不知道从何说起，所以他只能沿用这一个不超过10个人的班底，再加张敦涵，再加连元龙，不超过10个人的班底。那每次出来就一次，每出一次庭就出一次包，所以他这非常的苦。所以我听说他现在在重度的服用一些药物，在维持他的身心灵的状况。哇，爆料的又告诉我说，他说不信你去看一看，蔡英文在最近论文们发展到现在，你去看他最近3个月半年，他在公开场合露面不会超过20分钟。哦，我听听觉得我是不知道，因为台湾的新闻我没有看得很明白，没有看得很细，就是说他跟那个 Cinderella 一样，超过20分钟以后，那个鞋子会变南瓜。他的可能有一些精神状况，会有些东西就会显露出他的疲态，或者会出状况。所以，如果真的是这样，我其实觉得心里面有点难过，因为我觉得，如果你早一点面对，那这个事情其实事实上是可以处理的，对不对？如果将来有人要特赦蔡英文，我不会有意见。但是因为你用一个谎一个谎一直去圆你自己的谎，所以你圆到最后你会没有台阶下。然后你再想想看，我们设身处地想，你每天都被人家拿那个探照灯在照你，你身上已经完全没有隐私，因为每件事情都被揭露了，每一个作弊的痕迹都被摊在阳光下，然后每天被凌迟，你怎么会不痛苦呢？我们也不想这样做啊，我们也很想像圣经上所说的忧伤痛悔的心，上帝必不轻看。每一件事情都不是不可原谅的。哥林多后书说，若有人在耶稣基督里，就是新造的人，旧事已过，一切都变成新的。也许蔡同学你不是基督徒没有关系，你不一定要在耶稣基督里，但是如果你走在你的良心里，面对你的良心的检验，你可以重新来过，做个新造的人啊。我觉得很可惜，他一直在折磨他自己。那我听到他的处境，我觉得如果我不知道是不是真的，但是如果我是他，我肯定会魂不守舍。我每天都被人家揭露出我作弊的每一件事情，一天一报，一天一细节，然后证据越来越多。哪一天突然《纽约时报》，哪一天这个Guardian， 哪一天这个大报出来，你说我会不恐惧吗？所以我说，何苦这样折磨自己？我在2021年的岁末最后一天，我再一次诚恳的呼吁蔡英文：人非圣贤，孰能无过？虽然你这个过错离谱了一点，可是如果你愿意站出来，就像圣经上说的，忧伤痛悔的心，上帝并不轻看。大卫犯了多么严重的错误，他犯了奸淫，还杀了他夺人妻子，还杀人丈夫。他干了多么不堪的事情，最后上帝还是重用他，因为上帝看到他有一颗忧伤痛悔的心，他逢人便忏悔。所以蔡英文，你不是没有机会。今天我以个人的身份，以被告的身份，以一个教会长老的身份都可以，我奉劝你，诚实的面对你自己，救你自己。哇，刚刚彭批这个语重心长的最后，在岁末的最后一天跟蔡英文的喊话，而且刚才听到哇，我觉得这位在民进党内可能位居高职的人，一来他把这个所谓的论文门的集团的人大概组织架构、负责什么事情都讲得清清楚楚。再来另外一个，其实我也觉得蛮惊讶的，说现在蔡总统如果照那一位这位高官所言，就是他在重度的服用这些药物，然后身心灵状况可能在20分钟左右就会有出现一些状况，可能需要进一步的休息或是服药的状况。这个的确
以是总统来讲的话，这也是一个蛮严重的国安的问题哦。这是另外一个层面的话题，但是这个听起来是蛮让人家觉得哇，有点非常非常的惊讶的。不过刚刚在讲到这些事情，那我也在回想刚刚我们讲的论文门，我们已经有追了9个月嘛，所以现在跟观众朋友来互动一下，就是说这两页10大的 highlight， 请导播先给我一下哈，就你们可以先截图做一下来。这个第5个是我看一下哈，第5个是通气，彭批遭到通气，这里大家截图一下，想一下，说哪个是你心目中的10大 highlight。这2个地方截图截好了之后，然后呢，请你在这个论文门开箱我们直播结束之后的留言区里面选出你心目中认为今年论文门开箱论文门10大的 highlight 是哪一个，然后写出理由。我们会选出3个人，然后送出这个2022年的中天新闻主播桌历。我特别自费一下，用我这一页，这8月的这一份，这总共有22位主播。所以说，请大家可以把它留言说，论文门年度10大 highlight， 你觉得最代表今年论文门的事件是什么？把它写在我们的等一下结束之后，写到我们的留言区。好，接下来最后一题，我想要问一下彭批，这个当然我有看到政经关不了，你有提过，我也最近正好没有碰到游云龙老师，但是呢，这份民调里面写到说，28%的民众不信蔡总统有博士学位。那当然，我有听到彭批的解释，可是我这边也要问一下彭批，其实您对这个民调也相当熟悉，因为我觉得他这次的问卷的问题让我觉得我有点疑惑啦，就是说他的题目是什么呢？他是说针对蔡英文总统论文门，你一般来说你相不相信他有论文嘛？但是呢，他是说你非常相信蔡总统没有博士论文，有点是。我要怎么讲？就是说有点双重否定的感觉，不是说你相不相信蔡总统有博士学位，这就比较是直观的嘛。他是说你相不相信蔡总统没有博士学位这件事情，会不会让人家在做问卷的时候，因为我的确听到很多观众说，怎么会只有28个人相信蔡英文没有论文？应该是有更多人，会不会有人在答题的时候答错？还是说这个是本来他的民调在方法上面他必须要有的一些表述？我应该这样讲，确实，我们一般来做民调的时候，比较不会用反面句，因为反面句的时候，你会让当事人会一下子反应不过来。我不相信他没有博士学位，到底是相信还是不相信？到底是有还是没有？所以通常我们比较不会这样用。好，那如果我今天要让这个问卷更精简的话，我可能第一个问题我会先问他，当然因为我没有看到问卷的全部了，我相信以尤教授的学养在我之上了，我如果觉得这个是一个瑕疵，他一定比我更清楚，所以我觉得如果是我这么问，我单刀直入，我会第一件事情问他，你是否知道蔡英文的博士论文学位引发争议？我可能会先问他，你知不知道这件事情？因为很多人根本不知道。你看我们其实是小众媒体，徐福，我们不要，我们沾沾自喜哇，多少人订阅啦，多少点阅，其实我们是小众媒体啊，真的，你看有多少人不上网，多少人不用手机，这些人就不可能知道我们在讲什么，对不对？而且我们追得这么深，还有1小时，对很多人来讲是不太可能接触到这个话题的。所以第一个问题应该问他说，你知不知道蔡英文总统的学位争议？第二个问题才是你相不相信蔡英文是博士？那我觉得这样就不会搞错了，你相信不相信，对不对？至于你不相信的原因，是因为他没有论文呢，还是因为他政大的履历表有问题呢，还是 ICO 说什么呢？我觉得那是每一个人理解的摄入程度不同啊。不管怎样，总结都是不相信他是博士。所以如果用这样来做的话，可能比例会更接近一点吧。然后，如果我是的话，我会把那个没有听说过的人排除，然后用这种听说过的人里面去看他的百分比啊，因为没有听说过的人，基本上这件事情对他来讲，相信不相信没有意义了，因为他根本不知道这件事情啊。所以这样子做的话，会更清楚知道说，了解这件事情的人有多少相信，有多少人不相信。好，那他这个
问卷是说18岁以上，那台湾18岁以上的民众有2000万，28%不相信这个学历是真的，就是站在我们论文门调查的角度，那是560万人那是相当的多你看看啊，台湾的平面媒体，几乎不报道，联合报、中国时报偶尔报道，电子媒体收视率最高的三立、民视，完全不当一回事，从来不说，连这件事情到底是完全没有提，甚或说在政论节目中做一些反宣传，骂我们的啦，说我们在胡闹的啦，大有人在。那好不容易中天正要开始谈这个话题，就被关了，所以一般的正常的老百姓是没有机会接触到论文门的，他根本没有管道得知。那我们还有560万人不相信，560万人不相信的这些人，是一定是知道论文门的细节的人才会不相信，不然我们怎么会凭空无辜的莫名其妙去怀疑一个人的学位是假的，尤其是总统。所以徐府还有很多同学们的努力，确实有很大的影响力哦。你看我们2个节目加起来，能够 reach 的民众，我觉得碰轰一点50万已经很了不起了。是那50万之于2000，那是2.5%对，从2.5%会变成28%。对呀，所以你看我们这个口耳相传的穿透力有多强，所以谢谢徐府，大家加油，谢谢，要按赞小铃铛。对，不过不要忘记抖内。谢谢彭斌，这个真的高招。但是游盈隆这份民调，最后还是讲一点，即便他是他做出来这样的结果，但光是这样子，哇，这已经是得罪了当今圣上，还想逃。我就看到民进党熟悉民调的幕僚不具名，他认为这个访问中对公投意见的同时，唐突的加入这个无关的议题，会对调查造成干扰。他就说，这设计上不像是专业者会做的事情我一听吓了一跳，原来民进党内原本过去把这个游盈隆奉为是民调大师，那因为他现在讲了论文门这件事情，就会有一个不具名，然后熟悉民调的幕僚说这个就不是专业的人，然后最后在底下说这样的手法很不光明磊落，这个行为是他质疑说是不是游盈隆因为公投投票前他预测失准，现在恼羞成怒在报复。哇，这个突然游盈隆变成一个门外汉，而且是一个恼羞成怒的门外汉，那这个跟彭丕有87分像，你突然就变成是一个为了生计的什么街头艺人吗？是这样子，挟怨报复。对啊，那不过你从这里可以看得出来，他们害怕，因为他们知道这个议题在扩散，他们想尽办法封锁，让我们这个议题变成小众，然后再把我通气。他通气本来是想说，我就不用，要我在台湾的时候，每次一直出庭，一出庭就是 SNG 全来了，然后就立刻变成大新闻。那他让我不能出庭，这个新闻能不能就能够从此以后就能够压下去？他要让我不出庭，唯一的方法就是趁我出国的时候要我出庭，然后趁我还没有回过神来，回台湾还要防疫，还要检疫，还不见得弄得到旅馆，就立刻让我这个就通缉我。因为一通缉以后，这案子就暂停审判。对。不过他没想到，把我弄通缉犯以后，我反而声名大噪，对不对？反而在国外很多媒体以前不认识我，现在慢慢会跟我联络。是。那哪一天我突然越居这个 CNN 突然访问 Dr. Dennis Peng about the thesis gate，那蔡同学你不要摔倒在地上啊。那或者哪一天那个我在国会听证，蔡同学你也不要摔倒在地上。所以我原本就是个街头艺人，你要把我弄得叫大尾，我也实在没办法，我只好配合演出。2022年我也够卡大尾哈，对，这个游盈隆老师说的，哇酷，够卡大尾，对，对，哇酷，你看我从台北这捆到啊美国白宫草坪这捆，你看我的学长总是他一早怎样讲哇酷的看大尾。好啦，这个2021年最后一天。这个也先预祝彭丕新年快乐，也预祝这个论文门开箱所有的好朋友，2022年大家都可以心想事成，身体平安。那论文门开箱，我们一样下周见，谢谢彭丕，彭丕晚安。
谢谢大家，祝大家新年快乐，谢谢。好，记得要订阅《论文们开箱》哦，拜拜。